法律狂徒们好啊，我是法山。今天下午呢，做了一个關於侮辱罪的線下諮詢啊。案件當事人呢，也是長期關注我，自稱10年老粉。外省的案件呢，已經一審開完庭，他取保候審來不了。今天呢，是他父親專程坐飛機過來諮詢。如果一審結果不樂觀的話，二審我們就可能會介入。案件具體細節呢，因為還是在審嘛，所以我們就不能多說。然後呢，我就借着這次諮詢的熱乎勁兒，給大家做實務的科普，免得呢哪天你吃着火鍋唱着歌，突然就因為自己在網上的 beef 或者言論就被警方給敲門了，到時候再來找我說法山叔，很抱歉以這樣的方式認識你，這就很尷尬。言歸正傳，侮辱罪呢是指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敗壞他人名譽、情節嚴重的行為。在實踐中呢，通常是自訴案件，只有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轉公訴。所以啊，如果一個個人和個人間涉嫌侮辱的案子突然直接的轉了公訴，你腦殼裡呢就要有一根弦，那就是啊，這個案子很有可能會被拿來當典型了。尤其是去年9月，兩高一部聯合印發了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後，對此我要說的是啊，毋庸諱言，我國的刑事司法呢是強烈受到刑事政策的影響的。這點北大的車浩教授此前呢也有討論過，所以這時如果你還是一臉的懵懂，不趕緊找個專業有豐富經驗的律師呢，那我只會說你的天真會害了你。其實侮辱罪和民事的名譽侵權區別主要在於後果上。實踐中啊，在同樣的具備侮辱行為的前提下，若該侮辱行為社會影響極大，同時呢，後果上甚至導致了被害人的死亡，那案子呢可能就會以侮辱罪而非民事的名譽侵權來進行立案。所以關於侮辱罪，我們的辯護點有哪些呢？第一是被指控的行為到底構不構成侮辱。比如說啊，即使雙方在網絡上有一些爭議，但一方在網上的言論，即使在民事案件的判斷標準中都不構成侮辱，那你要以刑事追究責任，肯定是有悖於刑法謙抑性的精神的。什麼意思呢？我舉個例子，你罵一個人是癌蟲菜啊，那肯定是構成侮辱的，因為髒話就是明顯的侮辱性的詞彙。但你說一個人菜，這構不構成侮辱呢？這就有待商榷了。很多人打遊戲都很菜的啊，比如說我就很菜。菜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日常用語，你說句菜就被告，成為法院蓋章的被侵權人，這對公眾日常正常表達的邊界是不是限縮？對批評權是不是限制呢？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如果這點不區分清楚，在座每一位啊，你們有沒有在網上說過人菜？有沒有表達過對誰的討厭？有沒有對誰發表過反對的意見？這一點你們比我更清楚。是不是只要我們公開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反感，自己就侵權乃至於犯罪了呢？是的，我們要堅決反對網暴，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剝奪每個人合理的、合法的批評的權利。通過禁止網暴來禁止批評，就是打着偽公正的名義行晉升之實。所以問題來了，在此情況下，我們都知道刑事事關人身自由啊，是必須適用更嚴格的審查標準的。如果法律告訴你，你說一個人菜就要坐牢，那這合適嗎？其次啊，是如果在案件中，即使對方當事人死亡，那我們也要綜合研判這份死亡到底是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導致的，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導致的。比如兩人一直在網絡上有糾紛，然後某天呢，其中一人溺水身亡了，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個死亡到底是意外還是自殺呢？如果是自殺，那這是兩人間的糾紛導致的，還是自身長期的精神類疾病導致的，還是因為其他的壓力導致的呢？在正常的生活邏輯中啊，普通人會不會又因為同樣程度的言論就尋短見呢？這背後啊，涉及到一個因果關係是否確然存在，以及即使有一定因果關係，那到底是直接的因果關係還是間接因果關係的問題？如果是多因因果，那我們該如何衡量介入因素對案件結果的最終影響？這也是判斷這個案子到底構不構成刑案的一個關鍵。這些都是細節啊，朋友們彈幕裡刷波戲。而這個案子經過綜合研判啊，我們就認為辯護空間呢極大。說到這兒，我多說一嘴，最近呢已經有好幾起粉絲朋友找我打刑事官司的情況出現了。這塊乍一說呢，就難免會給人一種關注我的都是法外狂徒的錯覺。你們是這樣的人嗎？啊，是的話扣波1，不是扣波2。不過這些案子呢，我真正研究以後發現還真不盡然。我也不是什麼案子都接的啊，走流程的錢呢誰拿都可以，我不卷，我只接啊據判斷啊，我認為確實有很大辯護空間，我們能從中起到作用的案子。而諮詢我的案子裡呢，有的是我認為沒戲的，有的呢從刑事立案到開庭真的很有蹊蹺。這些呢，你說百度肯定搜不出來，
得專業的人呢才看得到。所以啊，出了問題記得找律師。如果問我啊，說你關注我了，給你打折。但如果你想白嫖，那我就勸你不要來啊。我是法師，我們下期再見。